好，我们持续要关心到是解放军现在横扫在第一岛链，今天特别来关注，包括先前关注到辽宁号百次起降，还有他们的百舰齐出，都震慑了日本。王毅在这个时候又重启，他特别提到七重锁定，警告日本战败国休想挑衅。我们今天来关心的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是大陆在深夜发布的七重锁定，针对于台湾的地位呢，要来封死跟日本介入的一个空间。另外呢，现在爆出的是说，歼15锁定日本的 F-15嘛，那现在有一个说法，东京擅闯演训区，其实可以把比如说 F-15这样子的战机视为是未来的合法标靶吗？未来任何的战机只要进来，是不是都可以当做合法标靶？等于是北京发出的最后通牒吗？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特别关心的是，美国智库今天特别警告了，他说中国大陆恐怕会先发动这个核打击，但是现在也有一个说法，他有必要发动核打击吗？针对第一岛链，因为呢，大陆现在早就已经有3航母了，还有05舰队啊，有需要动用到核武吗？最后来关心在南海的情势，美国的伯克级已经闯入到了黄岩岛，大陆方面也做了一个反制，出动的是它的052D 跟054A 做夹击，中方封死，包括了在西湖入口这边实建立了它的控制区，南海局势是否会翻篇？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一起的来做关注。好，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在半夜丢出的震撼弹，来看到王毅怎么驳斥高市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论，他直接就是明确点出有关于台湾的地位是用7重锁定，用的是哪一些的合约条款呢？包括他引用的是这个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宣言，还有呢2758号决议等等，特别去强调锁定了台湾的地位。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说日本你身为是2战的这个战败国，你必须要深刻的反省，谨慎的做出你的抉择。高市想要借由台湾声势来发出对大陆的武力威胁，他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更惊悚的事情是，海上的行动也持续的在升级。除了我们带您看到辽宁舰啊、歼15等等之外，中国的军事专家，这个是张军社就直接警告了，未来干脆啊，共军训练海空域可以被视为是训练的标靶，战机闯进来就可以把它打下来。大使怎么看？有关于第一个是台湾的地位用7重封死，第二件事情是日本的 F-15擅闯演训区，真的可以被视为是合法的标靶吗？国际规则会容许吗？谢大使怎么看？这样哈，这个王毅外长讲的这个7重封锁哈，事实上它都是有根据的啦。那不过就是说，台湾的地位啊，事实上哈，绝对是归还了中国的政府。在这个1945年是归还于中华民国的政府。那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以后啊，它所建立的所有邦交国，那它都有一个台湾条款，都要别人承认啊，任何国家跟它建交，你一定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领土一部分。有些就是直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领土一部分。那1979年，中国大陆跟美国建交也是讲这一点，它中文解的就是承认。日本的话也是在它的建交这个共同声明啊，日本尊重并了解并尊重。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台湾属于中国的这部分是毫不动摇的。而今天台湾还实际控制在两岸共属一中的一个中国政府里面，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民国它事实上跟大陆的法律关系来讲啊，我们是这个虽然这个现在政府提出一个什么互不隶属啊，可你要就从内容来看，两岸的这个中华民国是高度重叠，尤其在领土部分，中华民国的领土宪法里面写，中华民国的领土从其固有之疆域，固有之疆域就我们过去连今天的蒙古国也是在我们手，也是在我们这个固有的疆域里面。另外一个，中华民国的内政部，很多国家你对你的疆域，什么叫固有的疆域？对，那要看内政部公布的地图。历来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的中华民国地图，都是把台湾放在中华民国里面的，而我们还有大陆的所有的领土，我们也没有放弃啊。
对，所以就法律，我们今天王毅讲的是纯就是法律，我也就讲纯粹法律。所以呢，其实两岸政府是在这个主权，在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度重叠的两部宪法。所以就过去很多学者就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嘛，对不对？9·2共识就一中原则，就是因为有这个宪法。那这个宪法，大陆的宪法都有效，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也继续生效啊。对，那我们在所有的这个跟我们有邦交的国家里面，我们也从来中华民国有说要放弃台湾吗？中华民国有被另外一个国家给取代吗？也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国的政府，这一点是法律上是不可置疑的。是不可置疑的。那当然，大陆讲了七个。那因为日本事实上它是无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它是在1972年，他告诉中华大陆说台湾是属于大陆的，他是明白的。你去看他那个1972年的联合公报那个前言讲得很清楚。所以那个就是说法律的人他一定要很清楚。他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了解并尊重此立场，并严格遵守波茨坦宣言第8条的规定。波茨坦宣言的第8条规定就是承继之上的1942年的开罗宣言。开罗宣言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满洲、台湾、澎湖要无条件归还给中国。所以日本在台湾的台湾，他已经把中华民国丢掉一边了。可是他说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是我们不管今天这个两岸是一个国共内战的一个延续。可是我们纯就法律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说中华民国的宪法依然在中国的一块土地上生效，这块土地叫台湾。然后呢，这个里面的有关的这个台湾的地位更清。中华民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台湾。除非有人要把中华民国推翻。对不对？或者说我另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作废。没有啊。所以就两岸的这个所有的法律文件，还有对外的两岸的这个两部宪法对外的法律文件，本身跟其他宪法的发生的关系，包括日本国宪法发生的关系，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这个不要说7重了，我认为比7重还多。好，这个是大陆的王毅有特别就这个法律来去界定历史的这个法律来特别去界定有关于两岸还有台湾的主权问题。不过呢，美国智库也说呢，如果说我们看到如果不完全使用法律的话，他这边特别讲到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事情会发生，就是中国大陆接下来如果武统台湾失败的话，政权受到威胁。美国智库是这样说的，他认为说，这个中国大陆解放军可能会先发制人做核打击。那又一个专家做了分析，他说：“真的吗？大陆有需要发动核武吗？因为他目前来看到军武上面的战力，其实已经是足够来应付了。包括我们看到画面上这边列出来说，大陆现在现有的武力，不管是400艘的舰艇、3航母成军、055还有052D 等等，都已经出动了，还有东风导弹，能够整个覆盖美军跟日军所有的基地。第一岛链，中国还有需要动用到核选项吗？那如果真的要用到这个门槛，什么时候可能会突破红线？干哥怎么看？我实在很想用老百姓比较听得懂的话来斥责这个 CSIS 它是华府智库，叫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但他讲的话完全不是在专业领域里面讲的。他上个月就已经讲了，我有24个结果，我们经过这个推演，不是兵推哦，注意。不是兵推，他们推演出24种结果，就是中国犯台的话，只有2个结果会成功。他当时就已经开始胡说了。他说，虽然只有2个成功，但日本一定会波及，所以说日本是可能会有事的。这就是高市早苗后来台湾有事论的根基，你知道吗？都是美国人害的，害高市早苗讲错话。所以到现在局势搞成这么不可收拾，然
然后最新的说法是什么？他说，如果中国为了先发制人的话，他可能会先动用核子武力。人类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我再三强调，核子武器不是随便说就可以动用的。不管乌克兰多么的在前线英勇抵抗，可是打到最后，就算是阵地失守，俄罗斯也一样没有动用核子武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触犯了战争罪跟人类罪的。除非两国真正交战，除非真的不诉诸核子武器而不能得到结果的话，其实通常像这样子的研判呢，都认为我们觉得像是打高空的感觉。那所以说，你说这个 CSIS 它为什么会下了这样的结论，我不能理解。绝大多数的专家都不会理解你会有这样子的推演，就说中国为了先发制人而先动用核子武器，动用核子武器的代价是什么？不用我们多解释。而且老实讲一句，中国现在的核子武力已经达到500枚弹头了，可以摧毁日本20次，还需要用到核子武器吗？那讲到传统武力，中国海军现在有400艘可以用作战舰的船，也就是作战用的船，还不包括后勤以及支援舰。所以说，在400艘的规模之下，已经超过了美国海军的300艘了，300多艘。所以美国海军在短期10年之内不会再增加船，只会减少。中国稳坐全球第一。当然，日本的金刚级神盾驱逐舰是我们必须要忌惮的，因为日本的神盾舰说句实在话，它的水准是世界一流的，它可以跟我们055大区相比，但是在质跟量的日益悬殊之上，日本是没有办法遂行一场传统战争的，它没有这个能力，它也付不起这个代价，所以根本就不必谈到说中国需要使用核子武力，因为中国除了核子武力以外，还有刚刚说到的高超音速武器，光是东风17跟东风26这种高超音速武器就够日本有苦头吃了。所以我完全推翻 CSIS 这样子的国际战略中心研究中心，他们这简直是痴人说梦的这个结论，我觉得那完全是不可采信的。中国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大，只是你要不要承认而已。好，这是来自于 CSIS 美国智库的最新的说法。那有关于第一岛链的紧张，除了说美国所支持的日本之外，我们一路的往南走到了南海这边，美国所支持的菲律宾最近也是很多的事情哦。中菲关系还是持续的紧张的时候，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派出的是他们的驻菲律宾一个新的大使，这位大使叫做景泉，他刚抵达马尼拉就已经开始动起来，他喊说任务是非常的重的，因为这时候可以看到各种的这个军事武器。海上军事武器集结，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中国大陆的，美国派出的是它的伯克级的这个斐拉塔号闯入了黄岩岛，那中方则是派出它的052D 跟054A 直接压境。菲律宾海巡更是指出呢，中方的舰艇已经封住了整个黄岩岛的西湖入口。那黄岩岛海面其实已经被中方给实控，做成了一个封锁圈。这是来自于菲律宾的说法。到底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在这边谁比较占上风？这一次等于北京在对美菲做一些警告吗？美国这次这个伯克级战舰的这个培拉塔号，它都是经常往返在菲律宾跟日本的这军事基地当中来回哈，所以它有时候自己一艘，有时候联合其他的这个军舰在走，所以呢这次可以看得出来，这次在黄岩岛的部分不算是一个冲突啦，但他们就是在那巡残坠，我们要这样讲。那中国大陆当然立刻派出2个052D 跟054A，也都是大阵仗的规模。那坦白讲，培拉塔号是没有。如果真的要动手起来，中国大陆也不会输。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哦，现在其实中国大陆比较少。对于在南海地区来讲，他们应该都常驻了一个815的这个电子侦察舰。每次只要有任何美军为主的动态，那815人家就是要街溜子嘛，在网络上很多，一直他就都在旁边，他也不打你，你也不能打他，可能就收集所有资料。而且每当他靠近的时候，你要知道，美军军舰上面连所有那士官兵的蓝牙手机都不准用哈，因为那个讯号他都全部可以接收到。所以其实要去真的在那个地方，美国可能也要去稍微示威一下，但是每次示威也付出的这个
紧张代价还是很有意思的。当然，其实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中非之间的关系。新的大使到，他当然说这个话叫做双边关系不要再恶化。这什么意思？因为现在已经跌到谷底了，不可能，不能再往下恶化了。我们知道中非关系最近的状况，我认为要先从一个角度来看小马可仕。小马可仕自从今年特别是台风过后之后，整个所有贪腐的部分现在爆发出来。首先有一个流亡在海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议员那他在海外当中直播就指控了小马可仕他本人也贪污，还煞妆煞影的讲究，他自己都还送钱给小马可仕当然大家都否认，而且主要是最近这小马可仕的姐姐艾米马可仕也是参议员，也公开指责小马可仕吸毒。虽然总统府出来否认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小马可仕真的是臭的不得了。贪腐的团队他虽然都现在也在抓贪腐查贪腐，可民众不太相信现在抗议一波波。当然我们刚刚讲到最关键是中非关系，今年这次菲律宾经历了难以想象，也算是空前接连的这个台风的摧毁之后，中国完全没有捐一分钱，完全没有任何像过往的当中救援的团队或重建的团队去帮助菲律宾，所以中非这个紧绷的关系真的很像现在中日的紧绷关系，只是一个是更接近军事，一个是更接近实质的，包括从经贸到军事全面的断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看待在中非关系上，就是中国现在在严肃处理包括周边关系，尤其第一岛链当中的两种模式。我认为菲律宾的模式现在就是小马可仕果然虽然不是说被中国整的，他把自己搞惨了，但一旦这种小马可仕自己内线，乃至于未来有可能杜特地家族去之后，他一旦未来失去执政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对于中国来讲，可能才是会跟菲律宾会恢复有点友好的关系，而这样子的模式也很可能体现在跟日本的未来关系上。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